我们都知道一年有4季，一天有白天黑夜，这些小时间周期我们都很熟悉。但其实，宇宙中还存在着更庞大、更神秘的时间循环，它们不仅影响着文明的兴衰，也牵动着生命的诞生与毁灭。这些宇宙级时间轮回，早在古人的盛典与神话传说中就已经被提及，仿佛他们早就知道某些我们现在才开始理解的真相。在这些古老文献中，有2个特别重要的时间循环：瑜伽轮回和梵天的昼夜。首先说说瑜伽轮回，它也被称为大年或时代之轮，其实就是地球的岁差周期，也就是地轴像陀螺一样在天空中慢慢打圈的那个过程。整个周期长达25800年，这不像日历上1年1夜，而是整个地球在宇宙中的一种宏大呼吸，每一口气就跨越将近3万年。而这个周期，古人认为会带来文明的兴衰交替，就像春夏秋冬不断循环那样，整个人类历史甚至整个生物界都在这个天体节奏中起伏波动。在这个漫长的时间轮回中，人类的意识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沉浮之旅。一开始是所谓的黄金时代，在印度古籍中叫做 Satya Yuga 真理纪，那是一个充满启迪、富足与和谐的年代，仿佛天堂在人间。但好景不长，随着时间推移，人类逐渐滑入了 Kali Yuga 黑铁纪，一个充满贪婪、操控、混乱和分裂的时代，也正是我们如今身处的阶段。但别误会，这不是一条直线向下的绝望轨迹，而是一个循环。当我们跌到意识的谷底时，文明会像触底反弹一样，开始缓慢但坚定地走向另一个黄金时代。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听起来就像神话故事一样？其实不然，这些古老传说背后隐藏着考古学层面的真凭实据。现代科学已经发现，在过去大约12000年的下行周期中，人类的身体确实发生了变化，平均身高缩小了至少10%，骨骼强度下降，运动能力减弱。更惊人的是，我们的大脑也缩水了，颅容量减少了大约10%到17%。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整体的记忆力减退了，判断力和道德感开始退化，而那些过去可能存在的更细腻的精神能力，比如预见力、心灵感应、灵魂出游、遥视能力等等，也逐渐淡出了人类经验。换句话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意识的冬天，但别担心，就像四季更替，春天终会到来。你可能很难想象，在上一个冰河时代接近尾声时，也就是所谓的黄金时代还在进行的时候，地球上的人类其实没有饥荒，也没有疾病。当时的世界粮食充足，空气清新，身体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开始改变了，食物开始变得稀缺，各种疾病频繁出现，暴力事件和非自然死亡的案例也在激增。这不仅是文明的衰落，也是人类意识层级整体下滑的一个表现。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故事。之前提到的瑜伽轮回，其实只是更大宇宙周期中的一小段，它隶属于一个被称为梵天的昼夜的超级宇宙循环。这个周期有多长呢？足足2580万年，也就是整整1000个瑜伽轮回。这个超级循环同样分为2半，一半是梵天之日，持续1290万年，这是宇宙生机盎然的阶段。这个时期会有500个完整的瑜伽轮回，生命在各个星球上繁衍，文明层出不穷，整个宇宙热闹非凡。但当这白天结束，一切就会崩塌归零，整个宇宙会归于混沌与虚无，一切生命回归源头，像潮水退去一般消失无踪。紧接着进入的是梵天之夜，同样也是1290万年。这一阶段，宇宙中没有任何有形生命存在，一切都处于沉睡状态，就像冬眠的种子，静静等待着重生的那一刻。等夜晚结束，新的一天就会重新开始，宇宙再次苏醒，生命重新涌现，一个全新的梵天之日便拉开帷幕。就这样，宇宙经历着一个又一个从生到灭，再从灭回到生的永恒轮回。
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章节。这些说法听起来可能有点天方夜谭，甚至挑战了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底线。但让人震惊的是，几乎梵天昼夜中的每一个细节，竟然都在地球的化石记录中得到了印证。现在只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核心发现，帮你快速回忆。根据古老的吠陀文献记载，每当一个梵天之日结束时，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会被彻底抹除。这个周期大约是2580万年一次。听起来很玄，对吧？可你猜怎么着？现代地质和古生物学研究发现，地球上确实每隔2600万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灭绝事件。无论是恐龙灭绝，还是其他大量物种的突然消失，这种周期性的大清洗在化石记录中都有迹可循。而且，这个所谓的2600万年灭绝周期，已经被多个独立的科学研究所确认，绝非偶然巧合。不仅如此，吠陀经典还提到，在一次灭绝之后，地球会进入一个沉寂期，也就是梵天之夜，长达1290万年，整个星球处于没有生命的死寂状态，就像一颗休眠的种子，在黑暗中等待下一个春天。也就是说，不管是从古人的智慧角度，还是从现代科学证据来看，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是在某种宏大的时间循环中呼吸、死亡与重生。也许，这正是我们必须理解的时间的真正面貌。另一方面，化石记录告诉我们，每次地球经历大灭绝之后，至少需要1000万年甚至更久，才能逐渐恢复生态多样性，重新迎来新的生命物种。这是因为在灭绝之后，地球的环境依然非常恶劣，不适合生命立刻繁衍发展。但吠陀经典中却有另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只要梵天之日重新开启，新的生命就会开始出现，并且从那一刻起，大约需要47400年，地球上才会诞生出完整的生命体系，包括动植物、人类，甚至各种不可见的生命形态。这听起来是不是又有点悬？但奇妙的是，现代化石证据再次和古老传说神同步了。科学家们发现，新的物种并不像达尔文当初设想的那样，是通过漫长的渐变一点一点演化出来的。恰恰相反，大多数新物种都是爆发式的出现，就像突然从无到有，一下子就长成了完整的样子。这些所谓的快速物种生成事件发生得非常快，有时候在短短5000年到5万年之间就完成了全部过程。这跟吠陀文本所说的47400年诞生期几乎处在同一个时间尺度内。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古印度圣贤的预言，还是现代科学家的显微镜下，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共同的轮廓：生命不是慢慢爬上来的，而是突然之间在宇宙节奏中跃现出来的。古人显然早就掌握了关于宇宙大周期运行法则的深刻理解，知道这些宏大的时间轮回如何悄然改变地球上的生命条件，乃至我们的意识、文明与命运。而我们直到今天才刚刚开始读懂他们智慧中的真正含义，才开始意识到，那些被当作神话的教导，其实是对宇宙运行机制的高度总结。不过，我心里仍然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背后推动这些惊天动地的周期变化？是谁或什么在主宰着我们的意识演变、基因突变，甚至影响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很明显，这样的力量绝非普通的自然现象所能解释，一定是某种极其强大、充满能量的宇宙源头在起作用，或许像太阳那样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天体。毕竟，只有这种等级的宇宙能量体，才可能影响到整个地球的环境，乃至我们人类的思想与精神层次，甚至可以触发物种的灭绝与重生。换句话说，这些天启式的周期律动不仅是天文学的现象，更是生命意识的节奏。在1894年出版的神秘经典《圣科学》一书中，印度圣者斯里尤克特斯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揭开宇宙大周期之谜的重要线索。他写道，在东方古代天文学的传统中，太阳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也不仅仅是在银河中自由漂流，而是还在围绕一个更伟大的中心运转。这个宇宙中心被称为毗湿奴之旗。
尤克特斯瓦是这样描述的：太阳还有一种运动，它围绕着一个伟大的中心旋转，这个中心叫做毗湿奴之旗，它是创造之力梵的居所，也就是宇宙磁性力量的源泉。梵掌管着法，也就是我们内在精神世界的德性。当太阳运行到最靠近这个中心的位置时，这在天文学上对应于秋分点进入白羊座第一度的时候，法也就是人类的精神德性会达到极大的发展。那时的人类甚至可以轻松地理解一切，包括灵魂的奥秘。换句话说，这位大师指出，太阳不仅有行星系统的引力旋转运动，它还像一艘航船，在浩瀚银河中绕着一个宇宙主脑航行。而这个主脑也正是激发瑜伽轮回变化，决定我们意识升降的关键能量中心。当太阳靠近这个毗湿奴之旗时，宇宙中的梵能量最强，人类的意识与德性达到巅峰。我们不但活得更智慧、更高尚，甚至能直接感知灵魂的真相。这就是真理季到来的契机。而当太阳逐渐远离这个中心，人类也跟着渐渐迷失，走向道德衰退、精神麻木的黑铁纪。尤克特斯瓦接着写道，每当太阳运行到这个梵，也就是宇宙伟大中心最遥远的地方时，也就是秋分点移动到天秤座第一度的时候，人类的精神德性就会下降到极其低迷的状态。那时的人们将无法理解任何超越物质层面的东西。换句话说，当太阳远离宇宙中心时，我们就像失去了灵魂的方向感，只能看见眼前的物质世界，看不见内在的精神真相，也听不到宇宙更高层次的声音。读到这里，我们第一个会产生的问题可能是，尤克特斯瓦口中的这个宇宙伟大中心，也就是毗湿奴之旗，究竟是什么？太阳真的在围绕它转吗？答案其实就在现代天文学的发现中。今天我们知道，太阳确实并不是静止的，它正以每秒200多公里的速度围绕着银河系中心运行，完成一圈大约需要2.25亿到2.5亿年。这个银河中心也正是一个高密度、高能量的宇宙核心，被认为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所在的位置。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尤克特斯瓦所说的毗湿奴之旗，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银河系中心。这个解读也完美契合了古印度的宗教象征体系和宇宙观。在印度神话中，毗湿奴是维持宇宙秩序的存在，而毗湿奴之旗被视为万物诞生之源。古代神像中常常可以看到莲花从毗湿奴肚脐中生出，象征宇宙之花在他体内孕育。从这个角度看，银河中心不仅是天文学上的重力核心，也象征着意识、灵性与生命的起点。于是，一切都连起来了。太阳围绕银河中心的运动，不仅是宇宙动力的循环，也是意识与文明兴衰的节奏。在印度的神圣图像中，毗湿奴被视为宇宙秩序的守护者，是维持万物不崩坏、不混乱的神性存在。而他最经典的形象之一，是一种被称为安纳塔塞伊毗湿奴的姿态。在这种形象中，毗湿奴斜躺在由一条无尽巨蛇编织的宇宙之床上，漂浮在无边的银河之海中央。他闭着眼睛沉睡，但却在梦中孕育出整个世界。从他的肚脐中生出了一朵莲花，象征宇宙的诞生与展开。而那朵莲花的花心中坐着另一位神祇梵天，也就是宇宙中一切创造力的化身。他从毗湿奴的梦中诞生出来，负责把梦境变成现实，把宇宙结构化、创造化。这也是为什么毗湿奴被称为 Padmanabha， 意思是莲花肚脐的神，而梵天则被称为 Nabbiya， 意即从肚脐中诞生的存在。那么，这些听起来像神话的描述，和我们现实宇宙有没有联系呢？事实上，非常有可能有。设想一下，毗湿奴所安睡的银河之海，是不是正可以看作我们所处的银河系？他所躺卧的那个神秘中央之地，正好就象征了银河中心，一个深不可测、充满能量与神秘引力的地方。那么，毗湿奴本身作为宇宙梦境的缔造者，就可能象征着银河系中那个壮丽的结构。中央恒星棒，它横跨银河系的核心，长达将近27000光年，
犹如一位巨神卧躺在星海之中，守护并维持着宇宙的律动与秩序。我们开始明白，神奇的故事其实是我们与宇宙之间深层连接的语言，而银河系的中心正是这段语言最神圣的起点。有趣的是，这个银河系中央的恒星巨棒其实是直到2005年才被发现的。当时科学家们借助美国 NASA 的斯皮策太空望远镜，才第一次清晰地揭开它的面纱。这个中央棒状结构由大约3000万颗恒星组成，规模巨大，光芒耀眼。它不仅是银河系中最大最亮的恒星聚集体，更是整个星系的骨架之一。而它的作用恰好与神话中的维持之神毗湿奴不谋而合。科学家认为，这个中央棒就像银河系内部的一台螺旋桨，不断旋转，维持着银河独特的悬臂形状，让我们的星系不至于崩散。如果我们把毗湿奴看作银河系的中央棒，那么毗湿奴之旗就理所当然地对应着银河系中心，毕竟其在人体中就是身体的正中央。这样一来，无论是从天文学的角度，还是从古老神话的角度，毗湿奴之旗都指向同一个地方。换句话说，我们找到了神话和科学交汇的那个点，它不仅是银河的中心，也是生命与文明节奏的宇宙发令台。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19世纪末的印度天文学家，别忘了，尤克特斯瓦的书是在1894年出版的。按理说，当时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太阳是在绕着银河中心运行的。要知道，直到20世纪20年代，现代天文学家，尤其是哈洛·沙普利和艾德温·哈勃，才刚刚开始怀疑，我们的家园并不是整个宇宙，而只是一个螺旋星系中的一部分。太阳并不在银河系的正中心，而是偏离中心约3万光年，它很可能在围绕银河系中心旋转。换句话说，尤克特斯瓦在1894年所写的关于太阳绕毗湿奴之旗运动的描述，比西方科学界的正式认识提前了整整30多年。这又一次证明，古人的天文知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先进。这些知识通过口耳相传，在特定的师承体系中代代相传了数千年。虽然对大部分世界来说早已失落，但在少数保留古老智慧的传承中却从未中断。尤克特斯瓦还写道，毗湿奴之旗是创造之力，梵的居所，也是宇宙磁性的源泉。这句话的意思是，银河中心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引力核心，更是宇宙精神与生命秩序的能量发射台。在那里，梵以一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调节着万物的法则与运行节奏。那如何理解梵天掌管着法，也就是内在世界的精神德性这句话呢？如果我们已经确定毗湿奴之旗就是银河系中心，问题就来了，在银河中心，谁才是那个象征创造之力的梵天？答案其实只有一个，在银河系中心区域有一个天体完全配得上这个称号，那就是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简称 S2A。 它就像一位隐藏在宇宙心脏深处的造物主，既是物质与能量的吞噬者，也是星系结构与演化的塑造者。在天文学上，它的引力塑造着银河的秩序；在神话象征中，它正是坐在毗湿奴肚脐上的梵天创造的第一推动力。换句话说，银河中心的黑洞就是古人神话中的梵天，只是他们用诗意的象征讲述了一个科学的事实。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文学家们一直在观察银河系中心的一个强大的无线电辐射源，因为它位于人马座的方向，他们给它起了个名字，人马座 A。 起初，人们只是注意到它的信号极其强烈，但随后科学家开始推测，能够释放出如此强大无线电辐射的宇宙天体，恐怕只有一种可能：黑洞。黑洞的概念最早来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在理论上，它被形容为一颗暗星，拥有极其强大的引力，只要有任何物质跨过它的事件世界，就会被无情地吞噬、压缩，直至无法逃脱。科学家认为，黑洞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一颗巨大而年老的恒星，在耗尽核燃料后，会在自身引力的作用下发生坍缩，最终被压缩进一个极其微小的区域基点，在这里密度与引力几乎无限大。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绝大多数天文学家仍然认为黑洞只是科幻小说里的东西，是纸面上的理论假设。但这一切随着对人马座 A 的深入研究而发生了改变。科学界开始意识到，银河的心脏里真的藏着一个庞大而神秘的吞噬者。天文学家后来推测，人马座 A 极有可能是一颗超大质量黑洞，它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30万倍，却被压缩进一个仅比太阳大10倍左右的空间。科学界的解释是，在银河系中心的核球形成过程中，有一小部分缺乏足够轨道动量的物质，直接在中心塌缩，最终形成了这颗超大质量黑洞。不过，这里又冒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如果黑洞真是一颗暗星，那么为什么银河中心的这个黑洞还能发出如此强烈的无线电辐射呢？天文学家的答案是，这些辐射并不是直接来自黑洞本身，而是来自它周围的吸积盘，那是一圈环绕黑洞旋转的高温气体与尘埃，像一条炽热的光环。这些物质在被黑洞吞噬前，会因为巨大的引力作用而被压缩、摩擦、加热到极高的温度，释放出强烈的射电波。科学家将黑洞周围的吸积盘形象地描述为一圈圈过热的气体、尘埃与恒星组成的光环，它们像漩涡一样，不断向事件世界螺旋坠落。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天文学家发现，不仅银河系中心如此，其他星系的超大质量黑洞也会释放出覆盖所有频段的强烈辐射，甚至会从黑洞的南北两极喷射出高能等离子体喷流，直冲星际空间。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界开始称这些黑洞为星系的中央引擎，它们像宇宙工厂的心脏，不仅掌控着星系的形态，还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能量与动能。如果黑洞真的是维系整座星系运转的中央引擎，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大胆推断，在银河系中心，也就是毗湿奴之旗的那个至高创造原理，也就是梵天，其实就是这颗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换句话说，根据斯里尤克特斯瓦的观点，正是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在调节着我们的精神德性，并推动着瑜伽轮回中意识的节奏起伏。这个观点并不难直觉地理解，因为人类的意识与精神状态确实会受到电磁辐射的强烈影响。比如，我们已经知道，在冬季阳光减少的地区，人会出现所谓的季节性情绪失调 SAD， 表现包括焦虑、情绪波动、睡眠紊乱，甚至产生自杀倾向。如果把这个原理放大到宇宙层面，就很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整个银河系的辐射变化或许也会影响地球上的集体意识。目前，我们从银河中心接收到的辐射极少，因为银河系的核球区域被大量星际气体与尘埃遮挡，我们根本无法直接看见那里的光与能量。很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来自银河中心的能量长期无法到达地球，我们才会陷入黑铁纪，一个意识跌到谷底的时代。尤克特斯瓦曾写道，根据古代天文学家的说法，太阳在绕银河中心运行的过程中，会周期性的靠近或远离银河中心。这种距离变化会导致来自银河中心的电磁辐射发生波动，而这种辐射的变化正是影响人类意识节奏的关键。我对这个说法很好奇，太阳真的会这样来回摆动吗？查阅现代天文研究后发现，答案是太阳系在绕银河中心公转的同时，确实还有2种额外的运动。第一种是上下摆动运动，太阳系会以每秒5到7公里的速度，沿着银河盘面上下震荡，像在波浪中起伏一样。完成一次完整的上下摆动，大约需要6000万年。由于这个周期远远大于25800年的瑜伽轮回周期，所以它不能直接用来解释瑜伽循环的规律。第二种是向星与离星的往复运动。太阳系还会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向银河中心靠近或远离，这种运动类似于一个正弦波式的呼吸。不过，目前科学家尚不清楚这种靠近、远离运动的完整周期或振幅是多少。换句话说，太阳系确实像在银河中呼吸一样，不只是绕圈，还会有前后、上下的节奏性摆动。
至于这种摆动和古代所说的意识兴衰周期是否吻合，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确认。看来，尤戈德斯瓦在书中提到的，很可能就是太阳系这种向银河中心靠近或远离的往复摆动。再次让人惊叹的是，古印度的天文学家早在几千年前就知道，太阳系在绕银河中心运行时，不仅公转，还会有这种横向的呼吸式运动。这又一次体现了古人超乎时代的智慧。不过，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确认，这种横向的摆动，速度大约每秒20公里，到底够不够大？会不会真的影响到我们从银河中心黑洞接收到的辐射量？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估算。假设这种横向运动的周期正好是25800年，即瑜伽轮回的长度，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在25800年内，太阳系总共会移动大约 1.72 光年。这样算下来，摆动的振幅及单程距离不到总距离的一半，也就是不足 0.86 光年。这个结果意味着，太阳系在一个瑜伽周期内的靠近或远离幅度其实非常有限。它是否足以显著改变我们接收到的银河中心辐射？这可能还需要更深入的天文学验证。可问题是，这个摆动幅度实在太小了。要知道，太阳到银河中心的距离足足有25800光年，而我们刚刚算出来的横向摆动振幅还不到 0.86 光年。和整个距离比起来，这简直就像在浩瀚海洋里轻轻晃了一下小船。这样的细微变化，真的能让来自银河中心黑洞的辐射发生足够大的波动，从而在一个瑜伽轮回里引发我们意识、体格和环境的巨大改变吗？老实说，这个推论很难让人信服。更糟的是，本来就几乎没有多少银河中心的辐射能穿过星际尘埃到达地球。那些厚重的星际尘云，就像一层层宇宙帷幕，把黑洞的信号大部分都遮挡了。于是，谜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虽然我依然倾向于相信，来自银河中心黑洞的电磁辐射波动，很可能是推动瑜伽轮回中意识起伏的关键因素，但这种辐射波动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太阳系的两种运动，横向摆动也好，上下震荡也罢，都解释不通。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思路，如果问题不在我们这里，而是在源头本身呢？如果银河中心的黑洞，那个宇宙的心脏，它自身的电磁辐射有没有可能在周期性变化的呢？如果它的辐射强度像正弦波一样，有高峰也有低谷，而且正好一个周期就是25800年呢？显然，一个看起来极其合理并且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渐渐在我们面前成型。有时候，一个星系的核心会突然亮得惊人，释放出如此强烈的辐射，以至于它的光芒可以盖过整个星系其他所有恒星的总和。这种极其明亮的核心被称为活动星系核，简称 AGN。一个典型的 AGN， 它的光度大约是整个星系其他部分的4倍。天文学家已经确定， AGN 的能量来源正是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这些黑洞在某些时期会变得异常活跃，向外喷发出跨越整个电磁波谱的强烈辐射，从低频的无线电波一直到高能的伽马射线，无所不包。当一个星系的核心进入这样的活跃状态，我们就称它为一座活跃星系。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在它的核心同样拥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也可能会经历极度活跃的阶段。在那时，它的光芒会异常耀眼，直接变成一个活动星系核。眼下，银河系中心的黑洞处于相对安静的状态，只零星地释放一些无线电波和偶尔的 X 射线闪光。但天文学家已经确定，它过去曾经有过 AGN 活动。例如，在银河系附近的麦哲伦流，科学家认为它曾在大约100万至300万年前被银河中心一次 AGN 事件所光电离。这意味着，银河系也有它自己的 AGN 循环，而这种 AGN 循环很可能正是驱动瑜伽轮回的能量源。在2015年，皇家天文学会月刊发表了一篇由国际科学团队合作的研究论文，其中包括凯文·施文斯基、迈克尔·科斯、西蒙·波尼和利亚 ·F· 萨托里等科学家。
他们详细描述了一个典型大型星系的 Eigen 循环阶段，并估算了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需要注意的是，银河系不是大型星系，而是中等大小的星系，因此这些数据不能直接套用到银河系的情况，但它为我们理解 Eigen 循环提供了重要参考。科学家们把一个 Eigen 循环分成3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启动阶段，当中央黑洞开始吞噬物质时，周围的吸积盘会开始在可见光、紫外线和 X 射线波段释放辐射。这一刻 ，Eigen 循环被点燃，这就是启动阶段。在一个大型星系中，这个阶段通常持续约1万年。Eigen 活跃阶段，启动阶段过后，星系核心会变得极其明亮，在所有频段都释放出强烈辐射。由于电磁辐射本质上是高能光子流，这些光子会光电离宿主星系的星际介质，也就是把原子或分子里的电子击出，使它们变成带电的离子。当这一过程发生时，这个星系就会被正式认定为活动星系核。对于大型星系来说，这一阶段可持续大约10万年。关闭阶段，在活跃阶段结束后，黑洞停止吞噬物质，也不再释放显著辐射 ，Eigen 循环进入休眠。不过，即使 Eigen 活跃阶段结束，星系的星际介质仍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被光电离的状态，这是因为来自 Eigen 阶段的光子回声还在星系中传播，延迟释放着它的影响。对于一个大型星系来说，关闭阶段的持续时间可能在1万到10万年之间。根据这项研究，科学家统计估算，一个典型大型星系的整个 Eigen 循环，包括启动、活跃和关闭3个阶段，总时长约为20万年。不过，正如前面提到的，这些数字不能直接套用到银河系，因为银河系只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星系。那么，银河系的 Eigen 循环到底会持续多久呢？这里要注意一个关键点 ，Eigen 循环的持续时间差异非常大。在一些小型星系中 ，Eigen 活跃期可能只持续几十年，甚至短的只有几天。我开始想，如果银河系的 Eigen 循环总时长比典型大型星系短一个数量级，也就是大约2万年左右，会怎样？那它的长度就会非常接近瑜伽轮回的25800年周期，以及地球岁差的周期。进一步推进这个想法，尝试将 Eigen 循环的3个阶段对应到瑜伽轮回的4个时代。结果不仅合理，而且出乎意料的契合。由于目前银河系的核心亮度并不高，很可能我们现在正处于银河中心黑洞人马座 A 的启动阶段。这个阶段也许是在公元前676年左右，也就是上升黑铁纪开始不久后开启的。我们已经知道，人马座 A 一直在释放强烈的无线电波辐射。更重要的是，自2006年以来的观测显示，它在稳定辐射的基础上，还会不规则地爆发出强烈的 X 射线耀斑，并且这些耀斑非常难以预测。凯文·施文斯基及其同事在论文中还指出，来自银河中心的 X 射线光回声显示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曾出现过中等亮度的耀斑，因此很有可能人马座 A 目前正处于启动阶段。这些 X 射线辐射或许正是促使我们在上升黑铁纪中体型与寿命逐渐增长的关键，它们可能在无形中引发了有益的基因突变。按照这个推演，人马座 A 的 Eigen 活跃阶段可能会在黑铁纪结束的2025年之后启动，大约是在接下来的1200年火劫期中某个时间点开启。这是不是跟前面提到的日本漫画预言家所说的2025年只是开始对上了？一旦进入 Eigen 阶段，它可能会持续整个上升瑜伽轮回的11700年，直至黄金时代结束。在这段时间里，银河系的核心将变得极度明亮，并对整个银河系的星际介质进行光电离。而来自人马座 A 的极端紫外线、X 射线和伽马射线等高能电离辐射的增强，可能会持续推动有益的基因突变，逐步让我们的颅容量、身高与寿命在上升周期中不断提升，直到黄金时代的顶峰。电离辐射对于杀灭细菌和致病微生物的效果极为显著。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古代传说中更高的瑜伽纪元，比如黄金时代几乎没有疾病的原因。地球大气层被光电离后，还可能给我们的情绪与心态带来积极影响。现代研究表明，接触负离子可以缓解抑郁、降低压力、提高精神警觉性，并改善认知能力。等到下一个黄金时代结束之后，人马座 A 可能会进入关闭阶段，大约会发生在随后1200年的红解期之中。这个关闭阶段可能会持续大约10200年，其中包括1200年的红解期，以及随后的9000年下降黑铁纪。在这一阶段里，人马座 A 将停止释放电磁辐射，没有了来自银河中心的高能信号，地球和人类的意识状态也将逐渐陷入下行周期的沉寂。随着银河的光电离效应逐渐减弱，这是因为外层星系中的光回声在慢慢消退，地球上的情况也会随之发生转变。有害的基因突变将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突变来源于宇宙射线、太阳紫外线以及放射性衰变等背景辐射，它们会逐渐缩短我们的寿命，削弱身体结构，并减小颅容量，各类细菌和疾病将再次大量繁殖。而在埃根活跃期，由于负离子而带来的那种积极愉悦的精神状态也会一点点消散。因此，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 A 的埃根循环为瑜伽轮回中人类意识、身体与环境的周期性变化提供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科学解释。每一次持续25800年的埃根爆发都可能在地球上推动一个完整的瑜伽轮回。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定银河系的埃根循环是不是真的正好是25800年，但我仍然对这个解释充满信心，因为它不仅能够解释瑜伽轮回中发生的所有变化，还与印度教的宇宙象征以及斯里尤克特斯瓦的著述高度契合。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巧合的太过头了？难道人马座 A 的埃根爆发恰好会等于25800年，与地球的瑜伽轮回和岁差周期完全一致？可大自然不正是充满了这样令人玩味的巧合吗？就在2020年12月，韦尔实验利用最先进的天文测量技术，确认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实：地球到银河中心黑洞的距离正好是25800光年，是不是很惊人？想一想，如果人马座 A 的埃根循环真的正好是25800年，那它就完全等于黑洞辐射到达地球所需的时间，也是25800年。这样一来，瑜伽轮回就会和银河中心的黑洞完全同向。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天看到的黑洞状态，正好就是它一个完整瑜伽轮回之前的模样。换句话说，只要观测黑洞的当前状态，我们就能判断我们正处于瑜伽轮回的哪一个阶段。这不是巧合，而是智慧设计的印记。智慧设计无处不在，只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漫长黑暗时代的末尾，我们的双眼早已失去了洞察存在背后真实奥秘的能力。所以，看起来推动时代之轮运转的机制，是多种宇宙运动协同作用的结果。球形的太阳系，是的，太阳系是球形的，因为它被一层叫做奥尔特云的彗星球壳包裹。它每25800年自转一圈，这就是导致岁差2分点进动的原因。这颗旋转的太阳系还在以2.25亿到2.5亿年为周期，围绕银河中心公转，而且它正好位于距离银河中心25800光年的位置。银河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可能每25800年完成一次埃根循环，而这一循环会在整个瑜伽轮回中持续引发我们意识、体格、寿命以及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在2025年黑铁纪结束之后的某个时间点，银河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将从埃根循环的启动阶段切换到活跃阶段，而这一转变将为人类的精神跃升提供所需的巨大能量推动。推测它会发生在黑铁纪之后的1200年过渡期，也就是被称为火节期的阶段里。然而，最近在 CNN 科学频道看到一条新闻，在过去的1年中，银河系中心的黑洞每天都会喷发出耀眼至极的强光耀斑，
还伴随着许多更短暂的闪光。正如之前提到的，直到最近，这个黑洞只会释放无线电波，偶尔伴随一些 X 射线耀斑，所以这次观测到的现象的确是它行为模式的重大转变。以下是那篇报道中的一小段摘录。天文学家利用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附近，捕捉到了动态的光耀斑。这种持续不断、密集频发的光秀，包括仅持续几秒的短促闪光，以及每天一次的令人目眩的强光耀斑。相关研究成果于本周二发表在《天体物理学快报》上。在我们的观测数据中，可以看到光亮不断变化，像在沸腾一样。该研究的第一作者，西北大学韦恩伯格文理学院物理与天文学教授法尔哈德·尤塞夫扎德在声明中说：“然后，砰！突然冒出一个巨大的亮光，接着它又平静下来。循环或许已经正式进入关键时刻。我们无法在这种活动中找到任何固定模式，它看起来是随机的。每次我们观察它时，这个黑洞的活动曲线都是全新的，令人兴奋的。这一切清楚地表明，银河系中心的黑洞正在从启动阶段向活跃阶段过渡，它的 Eigen 循环或许已经正式进入关键时刻。不过，人马座 A 目前仍处在 Eigen 活跃阶段的初始时期，因为它现在只释放可见光。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它会变得更加活跃，并在从无线电波到伽马射线的全频段释放出极其强烈的辐射。原本我以为黑洞的启动会在2025年之后才发生，但事实证明，这一转变早在2024年就已经开始了。而现在回想起来，这似乎解释了很多2024年的怪现象。世界各地的很多人开始觉醒，开始看穿各种谎言与欺骗，并主动去追问世界真正的真相。直觉与心灵感应能力明显增强，越来越多人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转折正在逼近。人们对人类真正起源以及先祖非凡技能与智慧的兴趣正在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呼唤我们摆脱外界的喧嚣与负面，转而与内在的灵性保持一致，让心灵重新归位。银河中心黑洞的激活意味着，接下来的12000年，人类的精神觉醒将势不可挡地沿着上升轨迹前进，直至我们抵达人类意识的巅峰，在地球上显化出一个激进乌托邦的世界。这个进程不会被任何事物干扰，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敞开内心，迎接这股全新的能量，放下那些束缚我们的恐惧与怀疑，并愿意去实现自己灵魂的潜能。关于银河中心黑洞的激活，让我几乎可以确定，正是人马座 A 的 Eigen 循环在驱动着地球上的瑜伽轮回。不过，还有另一条证据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这个黑洞还有一个更长的周期，而它正好能解释2600万年的梵天昼夜循环。天文学家凯文·施文斯基及其同事2015年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月刊的论文曾指出，活动星系核 Eigen 会在数千万到数亿年的时间尺度上反复开启与关闭。我认为，这些连续的 Eigen 爆发完全可以驱动一个长时间不中断的瑜伽轮回序列。不过，银河中心黑洞的 Eigen 循环并不会无限持续下去。一个黑洞通常会经历100到1万次不等的短期 Eigen 爆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积累质量。当它完成这个增重计划后，就会进入静息期。在这个阶段，它几乎不再释放任何辐射。正如那篇论文中所写的，很可能是大量的 Eigen 爆发，从100次到或许1万次，共同构成了一个持续1000万到10亿年的成长阶段。换句话说，我们之前所认为的一个1亿年的活动周期，其实是由无数个短周期事件叠加而成的。论文中还提到，Eigen 活跃期也许是由一次大型星系并合触发的，应被划分为大约1000次短爆发。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典型的大型星系来说，中央黑洞会经历大约1000次 Eigen 循环，这就构成了它的成长阶段。而当这个成长阶段结束时，黑洞就会彻底安静下来，
进入一个长时间的静息期，直到很久以后 Eigen 循环才会重新开始。这种行为模式与我们已知的梵天昼夜循环高度吻合。在古印度宇宙观中，一个梵天之日包含连续500个完整的瑜伽轮回，而每个瑜伽轮回的时长正是25800年。如果每一个瑜伽轮回都是由银河中心黑洞人马座 A 的一次 Eigen 爆发驱动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人马座 A 需要连续经历500次 Eigen 爆发，才能完成它的一个成长阶段，然后进入静息期。这与梵天之日结束进入梵天之夜的情形完全一致。根据天文学家凯文·施瓦文斯基及其同事的研究，一个典型的大型星系在完成其成长阶段时，大约会经历1000次 Eigen 爆发。而由于银河系只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星系，因此完全有可能，它的中心黑洞人马座 A 的成长阶段只包含500次 Eigen 爆发，这恰好驱动了古印度宇宙观中的梵天之日。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经历了约1000次 Eigen 爆发的成长阶段后，一个典型的大型星系的中央黑洞会彻底安静下来，不再释放任何辐射。这完美对应了梵天之夜的情景，瑜伽轮回的循环戛然而止，地球上迎来物种的大灭绝。由此可见，两大宇宙时间巨轮，瑜伽轮回25800年周期，梵天昼夜约2580万年周期，背后可能由同一银河中心黑洞的 Eigen 活动机制紧密相连，共同驱动。一个循环解释了另一个循环，这些惊人的对应关系让我更加确信，古人所说的那些巨大时间周期，其背后的驱动力正是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 A 的 Eigen 周期和生长阶段。现在我们提出与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 A、S-A 行为相关的3条假设。银河系中心黑洞 S-A 的一次 Eigen 爆发持续25800年，并驱动一个同样时长的完整瑜伽大周期。银河系中心黑洞 S-A 的生长阶段由500次 Eigen 爆发组成，并驱动一个时长1290万年的梵天之日。其结束后，地球会发生一次物种大灭绝。银河系中心黑洞 S-A 的静止阶段持续1290万年，被吠陀贤者称为梵天之夜。在此期间，万物的创造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当然，这一切也引出了更多疑问：古人究竟是如何得知这些如此漫长的时间周期的呢？他们怎么可能知道银河系中心存在黑洞以及它的大小周期呢？难道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推算出来的吗？事实上，他们一直声称，他们的智慧、技能和知识是由诸神与圣贤赐予的。而这又引出了新的问题：这些存在究竟是谁？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不到他们？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可能与 UFO 现象有关。随着更多关于这些异常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我们或许最终能揭开这一谜团。有人可能会疑惑，我们究竟是怎么知道银河系中心真的存在一个黑洞的呢？有没有可能，银河系中心那个充满能量的宇宙实体根本不是黑洞，而是完全不同的存在？那它究竟又会是什么呢？